在人类古老的传说中，天神与大地母神结合，孕育出半神或巨人的故事几乎遍布全球。无论是希腊的泰坦神话、埃及的神王血统，还是苏美尔文明中的阿努纳奇，这些神话在基本结构上非常相似。高等神与人类结合，孕育出非凡的后代，他们的力量让人敬畏，有些甚至挑战神的权威。这些共同的叙事是否意味着他们都指向某个真实发生的远古事件，还是人类在探索自身起源时，基于相似的历史经验和信仰体系，发展出了类似的神话体系？在中国的上古传说中，也存在类似的故事，例如女娲被尊为地母神，她不仅造人，还与伏羲一起开创了人类社会。盘古神话中，盘古开天辟地后，其身体化为万物，而一些版本的传说认为，他的后代继承了巨人般的体格与非凡的力量。此外，《山海经》中记载了一些非凡的巨人种族，如夸父族群，他们身材高大，力大无穷，甚至能与天神争锋。这些传说是否也代表着对远古巨人存在的隐喻？接下来，我们聊聊这些神话之间的异同，看看它们是某种被遗忘的历史记录，还是人类文明在不同地域发展出的相似叙述模式。在希腊神话的创世传说中，天空之神乌拉诺斯与大地之母盖亚结合，孕育出最早的一批神奇和巨人，包括泰坦、百臂巨人和独眼巨人。这一叙述展现了天地交合的神话母题，也在其他文明中出现过类似的模式，例如埃及神话中的努特与盖布，苏美尔神话中的阿努与宁胡尔萨格。乌拉诺斯不仅是盖亚的配偶，还是他的后代。这种父子亦为夫妇的关系与其他神话体系中的天神谱系相似。在某些版本的神话中，乌拉诺斯因惧怕自己的子嗣推翻自己，便将他们囚禁于大地深处。这一行为最终导致他的儿子克洛诺斯反抗并割下了他的生殖器，象征着旧神权力的衰落。泰坦是乌拉诺斯与盖亚所生的12位神祇，曾在宙斯统治奥林匹斯之前掌管世界。这些泰坦包括6位男性和6位女性，他们不仅继承了父母的神力，还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的重要神祇，影响着世界的运作。在神话中，克洛诺斯推翻乌拉诺斯后，自己也因担心子嗣篡位而选择吞噬自己的孩子。最终，宙斯成功反抗，将泰坦逐出主神之位。这场旧神与新神的权力更迭与许多文明的创世传说类似，例如北欧神话中的诸神黄昏，或苏美尔神话中天神阿努与恩利尔之间的斗争。泰坦族群不仅与神祇和人类有所联系，还被认为是人类文明的早期塑造者。例如，普罗米修斯盗火给人类，被视为人类文明的推动者，而阿特拉斯则被罚以双肩扛天，象征着天地平衡的维系者。泰坦的故事与神灵、人类以及世界秩序的变迁息息相关。在希腊神话中，除了泰坦，盖亚还孕育了另一批强大的巨人，他们的名字源于希腊语 Gigantes， 意为地生者，象征他们直接从大地母亲盖亚孕育而生。这一词汇的含义与其他文化中巨人的象征意义相似，如圣经中的尼菲林被视为天使与人类结合所生的后裔，既具备天界的属性，又带有尘世的血统。巨人的出现往往伴随着对神权的挑战。在巨人之战中，盖亚所生的巨人试图推翻奥林匹斯众神，最终被宙斯与其子嗣镇压。这种叙述模式也出现在其他神话体系中，例如圣经中堕落天使被惩罚，或北欧神话中的诸神与双巨人的大战。在某些版本的希腊神话中，巨人被描述为拥有非凡的力量和身躯。他们的出现不仅是神与神之间的纷争，也反映了人类对超凡血统存在的古老记忆。结合考古与历史记录，许多古代文明都留下了关于巨人遗骸的传说，或许正是对这些神话的现实诠释。在埃及神话中，伊西斯最具代表性的地母神之一，它不仅象征着生育、母爱与丰收，还与王权的神圣性密切相关。伊西斯的丈夫奥西里斯被认为是最早的神王，他掌管冥界，并在生前统治埃及，奠定了王朝的基础。伊西斯与奥西里斯结合后，生下了荷鲁斯，而荷鲁斯后来成为埃及法老的象征。埃及人相信，凡是登上王位的法老，
都是荷鲁斯在人间的化身，拥有神奇的血统。荷鲁斯不仅继承了父亲的王权，还在神话中代表着正义与秩序。他与邪恶的赛特之间的斗争，象征着埃及法老对混乱势力的镇压。埃及的统治者法老被认为不仅仅是凡人，而是拥有神性的人类统治者。法老的血统被视为神圣的延续，许多王室成员会通过内部通婚来保持血统的纯净，以维持他们神的后裔这一身份的正统性。这种观念在埃及文明中根深蒂固，使得法老不仅是国家的领导者，更是宗教中的至高存在。古埃及的神话强调，最早的法老是神灵与人类结合的后代，甚至有部分学者认为，这一观念与苏美尔、希腊等地关于半神王朝的信仰密切相关。在苏美尔神话中，阿努纳奇被视为统治人类的神族，而希腊神话中的赫拉克勒斯等英雄既是神的后裔，又成为地上的君主。这种神人与王权结合的概念，是否在全球范围内都有某种历史基础？埃及的神王观念不仅影响了法老制度，也在后来的文明中留下了深远的影响。例如，罗马帝国时期的皇帝被奉为神祇，而中世纪的君权神授观念也与这种神圣血统的理念一脉相承。结合考古和历史研究，古埃及的王室陵墓、铭文和神庙都反复强调了法老的神性。这不仅是宗教信仰的一部分，也可能反映了某种远古历史的真实记忆。在苏美尔神话中，宁胡尔萨格被尊为地母神，她不仅是生育与大地的象征，还与苏美尔的统治阶级密切相关。她的名字意为山之女王或伟大的母亲，被认为孕育了众多神奇及王族后裔。与宁胡尔萨格关系最密切的神族是阿努纳奇。阿努纳奇通常被描述为天神阿努的后代，他们被视为统治苏美尔社会的神祇，同时也是半神王族的起源。在部分传说中，阿努纳奇不仅影响了人类的文明发展，还直接统治了早期的城市国家。阿努纳奇的形象引起了广泛的讨论，有观点认为他们可能与圣经中提到的尼非林类似，都是天界存在与人类结合所生的后代。部分学者认为，苏美尔神话中的阿努纳奇或许反映了一种超凡血统的概念，甚至可能是一段被遗忘的远古历史。在苏美尔神话中，天神阿努是至高神之一，他象征着天空的统治者，而地母神基则是大地的化身。两者的结合孕育了众多神祇，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恩利尔，他后来成为苏美尔的主神之一。基有时被认为是宁胡尔萨格的另一种称呼，他的后代不仅包括众多神祇，还涉及苏美尔的早期统治者。有趣的是，苏美尔王表中记录了一些统治者，他们的寿命远超常人，这些国王被认为是半神或神授王权者。这种半神王朝的概念是否与尼非林或其他文明中的半神存在相关？是否意味着远古时期确实存在某种特殊的统治阶层？伊什塔尔是美索不达米亚神话中最重要的女神之一，她象征着爱情、战争与丰饶，被广泛崇拜于苏美尔、阿卡德、巴比伦和亚述等地。她的形象常常被与金星联系在一起，代表着光辉与毁灭的双重特性。部分传说中，伊什塔尔曾经与天神结合，并通过某种仪式掌握了神秘的至高之名，从而获得了某种特殊的力量。在一些神话版本中，伊什塔尔被描述为拥有超凡的魅力，她的追随者遍布各地，甚至被认为影响了人类王族的血统。部分学者提出，伊什塔尔是否可能在某些文化中被重新塑造，并影响了后来关于地母神或神圣女性形象的信仰。此外，伊什塔尔的神话也与人类历史上的某些统治阶层密切相关。她是否真的曾经与天神结合，并孕育出某种特殊的后裔？是否在远古时期，人类社会中确实存在某种半神王族制度？这些问题至今仍然充满谜团。在迦南神话体系中，阿斯塔特是最重要的女性神祇之一。她与巴利一同被视为统治天地的主神。阿斯塔特不仅是丰饶和生育的象征，还被赋予了天后的称号。她的形象在中东及地中海地区有广泛的影响，其对应的神祇包括巴比伦的伊什塔尔、腓尼基的塔尼特以及希腊的阿弗洛狄忒。在圣经中，阿斯塔特可能对应亚舍拉，一种迦南人崇拜的地母神。
圣经多次提及以色列人与迦南人的信仰冲突，其中之一便是对亚舍拉祭坛的摧毁。迦南人认为亚舍拉是巴力的配偶，并在神庙中树立亚舍拉柱，以象征他的神圣存在。此外，在考古发现中，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间的迦南遗址中常见阿斯塔特的雕像，这些雕像通常呈现女性丰腴的身姿，象征生育与生命力，表明阿斯塔特在迦南信仰体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。圣经中描述的迦南地是一个充满巨人的地方。民数记记载，摩西派往迦南地的探子曾见到亚纳族，并形容他们身材高大，使我们在他们眼中如同蚱蜢。亚纳族被认为是尼非林的后裔，或者至少与尼非林有关。这个族群的起源问题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。迦南神话中并未明确提到尼非林这一称谓，但在某些传说里提及了拥有超凡力量和巨大体型的神子。例如，乌加里特文献中记载了一些与众神有关的伟大战士，他们在战斗中展现了近乎神奇的力量。这些战士是否就是圣经中提到的尼非林，或者是一种类似的存在？此外，迦南神话的核心神奇巴力被描绘为一位战神，他曾与海神雅姆和冥界神莫特展开激烈的战斗。在某些版本的故事中，巴力的战斗伙伴包括一群强大的神子，这些存在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尼非林，他们是神的后裔，拥有强大的力量，并且参与了神界与人类世界的事物。迦南地的居民不仅仅是普通人，而是与某些特殊存在有所关联。例如，《生命记》记载了巴山王噩，他的床长达9肘，约4米，表明他可能属于某种巨人种族。而在考古发现中，某些古代迦南城市的遗址中确实发现了异常高大的骸骨和巨石建筑，进一步佐证了巨人族是否真实存在的疑问。在美洲的古老传说中，也能找到类似尼非林的神话元素。玛雅神话中的喜巴巴被描述为地下世界的统治者，这些神秘的存在不仅被视为冥界的主宰者，还与地上的王族有着密切的联系。根据玛雅的创世史诗《波波尔乌》记载，喜巴巴的统治者们曾与人类社会互动，他们被描绘为强大、智慧且拥有超凡能力的存在。在玛雅的王权体系中，国王往往被视为神的血裔，他们宣称自己的血统源自天神或喜巴巴的统治者。玛雅遗址中的壁画和铭文中确实描绘了统治者接受神灵启示，甚至与神灵交流的场景，这或许暗示着他们所信仰的神族与统治阶层之间的密切联系。玛雅人相信，最早的国王是神的后裔，他们不仅统治人类，还负责维持天地秩序。类似的神话也存在于印加文明，印加王族自称是太阳神阴帝的子嗣，并以此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。这样的观念是否源自某种远古的共同信仰，这仍是一个未解之谜。在中国古代神话中，女娲是人类的创造者与天地秩序的维护者。据《太平御览》引风俗通义载，俗说天地开辟，未有人民，女娲团黄土做人。她不仅以黄土造人，更在《淮南子·览明训》中炼五色石，以补苍天，锻熬足以立4极，展现了修复天地的超凡能力。但女娲的补天叙事更强调对宇宙秩序的主动维护，而非被动孕育。女娲与伏羲的关系在神话中呈现层类性，早期文献如《山海经》仅模糊记载其长化食神的创世神力，而唐代独异志史明确2人兄妹为夫妇的婚姻叙事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汉代画像石中，女娲常以人首蛇身形象与伏羲交尾，蛇身象征生命循环，与美索不达米亚的蛇形女神存在符号相似性。但中国神话更注重蛇、龙与阴阳调和、天人沟通的关联。伏羲不仅是中国神话中的文明奠基者之一，还被认为是最早的王者。他的形象与能力远超凡人，被描绘为人首蛇身。这一形象在汉代武梁祠画像石中得到了经典呈现。而据《列子·黄帝篇》记载，伏羲蛇身人面，牛首虎鼻，这与世界各地神奇兼具人兽特征的形象类似，或许暗示着某种神圣血统的传承。伏羲的神性不仅体现在形象上，更体现在其非凡的出身与超凡的智慧。帝王世记载，太昊帝庖西氏，风信也，母曰华胥，履巨人祭于雷泽，而生庖西于陈纪。
这种感雷神而运的出生模式，使伏羲的身世带有强烈的神圣性，与西方神话中天神与人类结合所生的英雄形象相似。而伏羲作为华夏文化的奠基者，其贡献包括教导人类、结网、捕鱼、驯养牲畜、制定八卦等，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。在中国早期的宇宙观中，蛇象征着生命力与阴阳循环。周易系辞下曰：“龙蛇之哲，以存生也。”伏羲与女娲常被描绘为交尾相缠的形象，这不仅体现了阴阳交合、万物化身的哲学隐喻，也让他们成为人类起源的象征。白虎通义记载，伏羲因夫妇正五行，始定人道。这一描述显示，伏羲的形象不仅是神奇，同时也是华夏文明秩序的奠基者。与此同时，炎帝和黄帝被认为是华夏文明的真正开创者，他们的神话中同样带有神人结合的元素。例如，黄帝在《史记·武帝本纪》中被记载：“生而神灵，弱而能言，幼而徇齐，长而敦敏。”他的能力超越常人，甚至被描述为驾驭龙、乘云登天、战胜蚩尤后飞升成神。这些描述是否意味着他拥有某种半神血统？他的统治是否与尼菲林或其他神异王族的观念类似？值得注意的是，在华夏文明早期，统治者往往被赋予某种神圣身份，甚至直接与天相联系。例如天子这一称谓，便是皇权神授观念的体现。这种统治者源自天界的观念，在世界其他文明中也广泛存在。例如埃及法老自称神之子，苏美尔的半神王朝，以及玛雅王族的神圣血统。这是否意味着远古时期不同文明都存在类似的半神统治阶层？或者这仅仅是一种巩固王权的文化模式？在希腊神话中，奥林匹斯山被视为众神的居所，宙斯、赫拉、阿波罗等奥林匹斯神祇在此掌管天地万物。神话中，奥林匹斯山是一个超越凡人世界的神圣领域，只有神祇和极少数被神允许的英雄才能登上山顶。这种设定不仅强化了神祇的权威性，也象征着山的高度代表着接近神圣的可能性。在美索不达米亚神话中，尼普尔被认为是神祇与人类沟通的圣地，主神恩利尔在此掌控世界秩序。古苏美尔人建造的奇古拉特及阶梯金字塔，正是仿照圣山的形态，希望借此接近神灵。这些人工创造的山与自然圣山在宗教信仰中的功能极为相似，是否意味着古人普遍认为高处能够更接近神灵？在圣经中，西奈山是摩西接受十诫的地方，被视为神与人交汇的重要场所。摩西登上西奈山，直接与神交流，并带回神圣的律法，奠定了犹太教的基本信仰体系。这种登高得启示的模式与其他神话体系中的圣山概念存在相似之处。在中国上古神话中，《山海经》记载昆仑山为地之下，都是天地的住所，同时也是神仙神兽的栖息之地。昆仑不仅是神话中的圣山，也被赋予了通天的特性，连接人界与天界。其山巅之上立有瑶池，为西王母所居，四周环绕着奇珍异兽，象征着神圣与不朽。昆仑的神山形象与西方神话中的奥林匹斯山、尼普尔等有着相似的意义，都是神祇居住之所，同时也被认为是智慧和权力的源泉。在一些传说中，只有得天命者才能踏足昆仑。例如《穆天子传》中记载，周穆王曾驾车前往昆仑，与西王母相会。这一情节类似于西方神话中英雄攀登圣山，向神灵求问真理的叙述。在创世纪中，巴别塔被描述为人类试图直通天界的建筑，最终因神的干预而失败。类似的概念还出现在雅各的梦境中，他梦见一座天梯，天使在其上攀爬，上达神的领域。这种通天之塔或通天之桥的概念，似乎在不同文明中都曾存在。此外，在道教文化中，昆仑山还被视为仙境的象征。许多修道者试图登上昆仑，寻求长生不死的秘法。无论是登高得神域的观念，还是凡人不可擅闯神界的限制，这些神话都表现出对神域这一概念的共同想象。结合上面的分析，我们看到，在不同文化的神话中，我们发现了一种模式：天神或外来的超凡存在，加上地母神或人类女子等于半神、巨人或统治者。这一公式适用于希腊的泰坦、埃及的神王、苏美尔的阿努纳奇、圣经中的尼菲林，以及中国的伏羲、黄帝等传奇人物。
这些神异后代往往具有超凡的智慧、力量，甚至成为人类的统治者。他们的寿命异常长久，有些被赋予不死的特性。而在某些神话中，这些存在还曾因挑战神权或破坏秩序而遭受天罚。这种叙述模式在全球神话体系中反复出现，暗示着某种共同的来源。他们的结局大多相似，要么被毁灭、被放逐，或者被视为古代王族的祖先。这是否意味着，在人类的某个史前时期，真的曾经存在过这样一个神族后裔统治时代？或者，他们仅仅是古人对历史事件的神话化表达？从中国的天子到埃及法老、苏美尔王朝，是否存在某种全球性的统治模式？或许我们距离解开尼菲林之谜已经不远了。